他曾经被死神带走了5分钟，但最终爱神将他带了回来。尽管此后许多人都建议他退役，但是他决定重返球场，哪怕必须要在身体里装上一个心脏除颤器。穿戴着除颤器重返球场，究竟为了什么？无疑是对足球的无尽热爱。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埃里克森的伊利，今天我将向你们谈谈丹麦10号埃里克森不为人知的一面。1992年对于丹麦人，特别是丹麦的足球爱好者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当年举办在隔海相望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欧洲杯比赛，吸引了全丹麦人的目光。由于内战爆发，南斯拉夫队失去了参赛资格，丹麦队获得了替补资格。在小劳德鲁普的率领下，丹麦队在赛场上发挥出色，最终一路斩关夺将，成功的摘下了欧洲杯冠军。一切都如同安徒生童话般的美妙。后来大家把丹麦队的这次神奇的夺冠之旅称作是丹麦童话。同样是在这一年的2月14日，也就是西方人眼中最浪漫的节日这天，在丹麦的小城米泽尔法特，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的孩子出生了。随着1992年丹麦队获得欧洲杯冠军，足球热潮在丹麦国内迅速掀起，特别是在年轻的孩子们中间迅速蔓延。埃里克森和许多小孩一样，从小就将丹麦队夺冠的功臣劳德鲁普兄弟视为自己的偶像。虽然埃里克森最初接触的运动不是足球，而是羽毛球，但他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并在一项儿童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如果他继续发展在这个领域，他也有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羽毛球运动员。然而，埃里克森对足球的热情超越了其他运动。他曾经说过：“足球对我来说意义非凡。”2005年，13岁的埃里克森来到了丹麦小城欧登塞，加入当地的足球队欧登塞队。值得一提的是，欧登塞是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故乡之一，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埃里克森展现出了卓越的足球才华，3年连续代表球队参加丹麦青年锦标赛，并在2007年帮助球队获得冠军。埃里克森在青年锦标赛决赛中攻入进球，帮助欧登塞夺得丹麦青年锦标赛冠军。自此之后，许多欧洲5大联赛的球队开始密切关注这位丹麦足球新秀，其中不乏一些豪门俱乐部。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埃里克森在15岁时前往切尔西、巴塞罗那和 AC 米兰进行试训。尽管在这些试训中他没有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但他曾考虑过是否应该加入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但他清楚认识到丹麦联赛与欧洲顶级联赛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他决定采取踏实的方式，逐步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阿贾克斯向他发出邀请，最终他接受了他们的橄榄枝。于是，2008年10月，16岁的埃里克森以100万欧元的转会费正式加盟了荷兰著名俱乐部阿贾克斯队。埃里克森选择加入阿贾克斯有2个原因。一方面是荷兰足球甲级联赛的水平高于丹麦，更重要的一点是阿贾克斯被誉为世界上最佳的球星培养基地之一，具备全欧洲一流的青训系统，非常有利于年轻球员的成长。在阿贾克斯的2年里，埃里克森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18岁的埃里克森在2010年1月被提拔进入阿贾克斯一线队，并在荷甲比赛中对阵布雷达时完成了自己的荷甲首秀。2010年3月3日。在丹麦对阵奥地利的国际友谊赛中，18岁的埃里克森首发出场，完成国家队首秀，这让埃里克森排在哈拉德·尼尔森和米歇尔·劳德鲁普之后，成为完成丹麦国家队首秀第3年轻的球员。2010年3月25日，埃里克森在荷兰杯比赛中为阿贾克斯打入了自己的首个进球，帮助球队以6-0战胜前进之鹰。不久之后，4月10日，他与球队续约至2014年夏季。接下来的5月6日，在荷兰杯决赛次回合中，埃里克森首发出场，帮助阿贾克斯以4-1战胜费耶诺德，最终随队夺得荷兰杯冠军。在2009到2010赛季中，他代表阿贾克斯在荷甲出场15次，在荷兰杯出场4次，其中打进1球。在2010到11赛季，也是他的第2个赛季，埃里克森被授予8号球衣。在荷甲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阿贾克斯以3-1击败卫冕冠军特温特，埃里克森获得首发出场，并助攻西姆德容打进最后1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利，并时隔7年再次夺得荷甲冠军。赛后，埃里克森被阿贾克斯评为赛季最佳新秀。在2010到11赛季中，埃里克森代表阿贾克斯出场28次，在荷甲打入6球，助攻10次。
他被选为荷兰最佳年轻球员，是自1996年的托马森后第2位获奖的丹麦人。评委之一的荷兰传奇球员约翰克鲁伊夫说：“他是那种我由心喜欢的球员。这个奖项只是一个开始，去刺激他到达事业巅峰。他的才华已经备受肯定，现在该由他自己发挥。”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18岁零4个月的埃里克森成为了丹麦队最年轻的球员，而队中最年长的马丁约根森比他大了整整17岁。在比赛中，埃里克森在丹麦队与荷兰队、日本队的2场比赛中有过出场记录，但最终丹麦队未能突破小组赛阶段。自1992年丹麦队夺得欧洲杯冠军以来，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丹麦队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成为欧洲足球强队之一，反而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谷期。虽然在这20多年里，丹麦也不乏舒梅切尔、约根森、托马森、桑德、罗梅达尔等在5大联赛披荆斩棘的猛将，但却始终找不到第2位属于他们的小劳德鲁普。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埃里克森的出现为丹麦足球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是典型的丹麦球员，你可以拿他与布莱恩·劳德鲁普和米歇尔·劳德鲁普做比较。埃里克森展现出了极高的足球才华和统治力，他让人们对丹麦队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在余下的赛季，埃里克森作为前腰的能力不断成长，使他对阿贾克斯日趋重要。他亦交出更多助攻，他出色的表现亦使他成为队中的必然首发。2011年10月19日，埃里克森在欧冠小组赛 D 组客场对阵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比赛中攻入个人在欧冠赛场的首粒进球，帮助阿贾克斯最终2比0击败对手。在2011到2012赛季中，埃里克森为阿贾克斯出场44次，攻入8球，贡献22次助攻，成功协助球队卫冕荷甲冠军。此外，他还带领丹麦国家队进入了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小组赛，并因此荣膺丹麦足球先生。随后，2012年10月25日，埃里克森在2012到2013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 D 组对阵曼城的比赛中，在第68分钟攻入了自己在这个赛季中的第1粒进球，帮助阿贾克斯最终3比1击败曼城。整个2012到2013赛季，20岁埃里克森迎来了自己在阿贾克斯的巅峰期。他为球队出场46次，打入13粒进球，并贡献22次助攻，帮助阿贾克斯完成在荷甲冠军的3连霸。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阿贾克斯已经不能满足埃里克森了，他需要迎接更高水平的挑战。他选择不与球会签署新合约，并在合约年期余下1年的时间，他被允许寻找新球会。2013年8月，21岁的埃里克森加盟了英超联赛的托特纳姆热刺队，转会费1200万英镑。2013年12月26日，埃里克森在对阵西布罗姆维奇的比赛中，通过1粒点球打入了他在英超联赛中的首个进球，帮助热刺追平了比分。而在随后的比赛中，他继续保持出色的表现，于2014年1月1日对阵曼联的比赛中攻入制胜球，帮助球队以1比2客场获胜。另外，埃里克森在2014年3月23日英超联赛第31轮的比赛中对阵南安普顿展现出色，他在比赛中连入2球，分别在第28分钟和第46分钟攻入，完成了自己在英超联赛的首个梅开2度，最终帮助热刺以3比2击败对手。而在2013到14赛季中，他共代表热刺出场41次，打入12球，并送出16次助攻，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在2014到15赛季中，埃里克森再次被评选为丹麦足球先生，成为继威廉奎斯特之后连续2次获此殊荣的球员。在比赛中，埃里克森经常在比赛早期或最后时刻贡献进球，其中包括对阵埃弗顿时上半场早期的进球和对阵斯旺西时在88分钟攻入的制胜球。此外，在英超第22轮对阵桑德兰的比赛中，埃里克森在中场前的第88分钟完成绝杀，帮助热刺以2比1获胜。在联赛杯半决赛对阵谢菲联的比赛中，埃里克森也发挥出色，在第29分钟和第88分钟尾声连入2球，帮助热刺以总比分3比2淘汰对手晋级决赛。在该赛季，埃里克森代表热刺出场48次，打入12球，并送出5次助攻。2016年9月6日，热刺官方宣布与埃里克森续约至2020年。2016年12月15日，在英超第16轮，埃里克森分别于第14分钟和第63分钟攻入进球，完成梅开2度，协助热刺坐镇伦敦白鹿巷球场3比0击败赫尔城。
在2016到17赛季中，埃里克森共代表热刺出场48次，贡献12粒进球和23次助攻。2017年9月25日，埃里克森在英超热刺3-2击败西汉姆联的比赛中打入一球。此役过后，埃里克森的英超进球总数达到了33粒，超越尼克拉斯·本特纳，成为在英超进球最多的丹麦球员。2018年12月15日，在英超第17轮，热刺在主场1-0击败伯恩利的比赛中，替补出场的埃里克森于第91分钟最后时刻破门，这是埃里克森在该赛季的首粒英超进球。整个2018到19赛季中，埃里克森代表热刺出场51次，攻入10粒进球，并贡献了17次助攻。2019年9月1日，在英超第4轮热刺客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中，埃里克森在10分钟跟进补射破门，这粒进球是埃里克森2019到20赛季的首粒英超联赛进球，同时也让埃里克森成为第5位打入第50粒英超进球的热刺球员。自从埃里克森在6年前从阿贾克斯转会至热刺后，他便成为了球队不可或缺的中场核心。当时，热刺用以卖掉贝尔所得的1亿欧元签下了7名新球员。作为当年加盟热刺的7名新员中，埃里克森是适应英超最快、留队时间最长且最成功的一位。在效力于热刺的6年里，埃里克森展现出了极为出色的组织核心能力。他在场上贡献了69个进球和90次助攻，是当时英超最出色的组织核心之一。然而，即使是一个曾在荷甲获得过3连冠的丹麦人，他仍未能为热刺赢得任何奖杯，这令人感到遗憾。2020年1月，埃里克森拒绝了与热刺的续约，他以2700万欧元的价格转会去了意甲联赛的豪门国际米兰。对于重新崛起中的蓝黑军团来说，世界级球星的加入证明了俱乐部的影响力，并且集团全体为他营造了盛大的加盟仪式。然而，埃里克森顶着英超最佳球员的光环，在冬季转会窗口来到国际米兰，却在梅阿查球场彻底迷失。埃里克森和球队之间的磨合并不如预期，尤其在孔蒂的3-5-2阵型中，他缺乏合适的发挥空间，被迫踢自己并不擅长的组织型后腰或拖后中场，导致在加盟国际米兰半个赛季后，埃里克森仅获得11次首发机会。这次转会显然未能如愿，在国际米兰，他饱受着煎熬。时间转眼就来到了新赛季，在2020到2021赛季，埃里克森在球队的地位依然不受重用，接连缺席了联赛上半程的10场比赛，这引起了一些传言，称他即将转会离开。然而，埃里克森并不甘心就这样灰头土脸的离开，他坚持训练，并努力提高与队友的配合，以期获得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2021年1月，在意大利杯8强赛对阵 AC 米兰的比赛中，埃里克森于第88分钟替补登场，随后在补时阶段展现一记完美的任意球破门，帮助国米以2-1逆转绝杀 AC 米兰。那一球点燃了孔蒂对丹麦人的信心，也成为了埃里克森摆脱低迷的转折点。自那场比赛以后，他的表现逐渐提升，逐渐取代比达尔成为球队的主力左中前卫，最终赢回了他应有的主力位置。此后，在对阵贝内文托的比赛中，他的精准任意球引发了对手的乌龙，为球队取得了重要的进球。在对阵那不勒斯的比赛中，埃里克森的远射帮助国米扳平比分，为球队赢得了宝贵的1分。庆祝时的激动场面让球迷们难以忘怀。在联赛争冠阶段，埃里克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并证明了自己作为国际米兰核心的实力。他的传球调度不仅充满威胁，还流露出奢侈品般的优雅。最终，埃里克森为国际米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帮助球队成功提前4轮捧起了睽违11年的意甲联赛冠军。这一年，他终于获得人生首个顶级联赛冠军，也是他浴火重生的一年。他克服了困难，逐渐适应了球队的战术体系，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他的表现受到了球迷和媒体的高度评价，成为了国米赢得冠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迫切盼望着新赛季的到来，希望以更加出色的表现来征服意大利的球迷。然而，登顶仅数日后，球队班主张康阳却要求球员们减薪，这个要求让孔蒂无法接受，他不愿意妥协，并愤然离开了球队。据传，很多夺冠功臣也准备离开球队。在这个风波中，埃里克森尚未做出任何离开球队决定，他选择继续随同丹麦国家队的队友参加了延期1年举行的欧洲杯比赛。与他在国际米兰表现起伏不同的是，埃里克森一旦回到国家队，总能在国际赛场上拿出出色的表现。作为丹麦队的绝对核心，
他已经为国家队打进了36个进球，仅次于传奇射手托马森。在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埃里克森打进11个进球，而在与爱尔兰的附加赛中，他更是用一个帽子戏法率领球队挺进正赛。在本届欧洲杯预选赛中，他出场7次，打入5球，帮助丹麦小组赛4胜4平榜首出线。2021年6月12日，备受瞩目的2020年欧洲杯终于拉开了帷幕。埃里克森正准备在比赛中向全世界的球迷，包括意大利球迷，展现他的实力和雄心壮志。然而，不幸的是，悲剧常常在最不经意的时候降临。当他代表丹麦国家队参加第1场的欧洲杯小组赛迎战北欧劲旅芬兰队时，却发生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惊险经历。在上半场进行到第43分钟时，埃里克森接到边线球后，在没有任何身体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昏迷。场上球员和观众都被吓到了，因为在他倒下的瞬间，他并没有和任何人接触，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倒地昏迷。埃里克森的队友梅勒和2名芬兰的队员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并迅速靠近他查看。他们马上向主裁判示意，表示情况紧急。由于主裁判泰勒经验丰富，他果断地吹响了比赛停止的哨声，并立即要求丹麦的医护人员进场。在这个紧要关头，丹麦队的队长科亚尔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正确的反应。他冷静地确认埃里克森没有出现吞射窒息，并在医疗人员到达之前，他立即对埃里克森进行了重要的急救措施，包括固定队友的脖子、清理呼吸道以及开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接着，他迅速呼叫医疗团队赶快进场，并将埃里克森维持在稳定的姿势上，以确保病情不再恶化。整个过程仅持续30秒。从埃里克森倒地到医护人员进入场地，这一瞬间，整个现场和全世界都陷入了无声的震撼。埃里克森身处众目睽睽之下，生死未卜。在医护人员抢救埃里克森的关键时刻，丹麦队的队长科亚尔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和人性关怀。他指挥队友们将埃里克森周围形成保护屏障，以遮挡观众和摄像机的视线，为队友保留了隐私和尊严。这一刻，足球场上发生了一幕空前暖心的场景，所有丹麦球员迅速聚集到埃里克森和医护人员的身边，他们并不是为了围观，而是面朝外围成一个圈。有人合十祈祷，有人用球衣掩面，他们默默守护着依然生死未卜的埃里克森和正在救治他的医护人员，将他们挡在了观众和镜头的视线之外。这些行动表明，无论埃里克森是否能获救，他们都会用自己的身躯守护队友的生命尊严，因为作为人，尊严和生命同样重要，同等需要被捍卫。这种团结和无私的精神不仅彰显了他们作为球员的责任，更是一种对人性的高度赞扬。此外，克亚尔还留意到在场边哭泣的埃里克森的妻子，他立即走过去安慰，用自己宽厚的肩膀挡住了记者的镜头，为埃里克森的家人保留了隐私和尊严，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领袖风范。这次行动重新定义了作为国家队队长的意义，克亚尔的表现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幸运的是，后来得知他的昏迷原因是突发的心脏病，而在场的医护人员反应迅速，立即找到了问题，并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进行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急救。约15分钟后，成功挽救了埃里克森的生命。这一切让人倍感庆幸。在那一刻，令人感动的场面又出现了。当埃里克森被护送离场时，人们再次见识到了众志成城的感人一幕。芬兰球迷献上了2面芬兰国旗，并将移动中的担架车紧紧围裹起来，以及丹麦队员们组成了一道移动的人墙，紧紧包围抬着埃里克森的医护人员。在心连心的护佑下，埃里克森安然离场，全场终于爆发出了观众内心最真切的呐喊声。丹麦观众和芬兰球迷高呼埃里克森，埃里克森，这声声呼喊仿佛久久盘旋在哥本哈根帕肯体育场的上空，彰显了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祝福。欧足联随后宣布比赛暂停，埃里克森被紧急转移到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并成功进行了心脏自动转腹除颤器植入手术。当他在医院醒来的时候，立刻与现场的队友们通了视频电话。他挂念比赛，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事情影响到丹麦队的比赛。尽管这场比赛最终丹麦队以0-1小负芬兰队，但此时无论球员和观众都已经不再关心比赛的结果。正如丹麦队主教练胡尔曼德所说，这个夜晚我们都明白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一切都显得那么重要。这一幕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而埃里克森也因此险些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逃过死神魔爪的埃里克森毅然决定接受心脏自动转腹除颤器植入手术。接下来，他继续冷静谨慎地接受治疗，并在医生的批准下顺利恢复了训练。然而，埃里克森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否应该考虑退役？如果他不退役，他将如何战胜病魔？如何使自己的状态重回巅峰？尽管29岁正是球员的黄金年龄，但因身体原因退役肯定让人心痛。但如果不退役，心脏问题仍可能导致生命危险。但他没有选择放弃，相反，他选择了与病魔抗争到底，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根据意大利甲级联赛的规定，如果球员被植入了心脏除颤器，那么他将不能参加任何属于意大利足协管辖下的比赛。这对于埃里克森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即使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了可以参加比赛的水平，他仍然不能够在意大利继续他的职业生涯。这个消息让他非常困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最终，2021年12月17日，埃里克森不得不与国际米兰解约，以寻找其他允许他上场比赛的联赛和俱乐部。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他依然充满信心和决心，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新家，并继续他的足球生涯。谈到他的计划，埃里克森说：“我的目标是在卡塔尔踢世界杯，这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我能回来，因为我感觉没有任何变化。”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老东家阿贾克斯向埃里克森伸出了援手，这无疑为他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帮助。经过医生许可后，埃里克森开始在阿贾克斯的青年队中进行康复训练。在现代医学的帮助和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下，他的竞技状态逐渐恢复，并引起了许多球队的关注。在2022年2月，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埃里克森加盟了英超联赛升班马布伦特福德，这标志着他在因心脏病倒下后整整259天后重返绿茵场。在接下来的半个赛季中，他共出场11次，取得1个进球和4次助攻，为布伦特福德在他们首个英超联赛赛季中获得第13名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令球迷更加激动的是，埃里克森已经回到了国家队。2022年3月27日，时隔287天之后，他再次为丹麦国家队出场，并在与荷兰的友谊赛中登场。令人欣喜的是，他在仅仅2分钟的上场时间内就打入了1粒进球。这个进球让他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曾经的那个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已经回来了。之后，在2022年7月，英超豪门曼联官方宣布埃里克森自由身加盟，并签订了一份有效期至2025年的合同。30岁的他重回豪门球队，证明了大家对他竞技状态的认可。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仅仅加入曼联1个月，他就凭借出色的发挥斩获了曼联队内9月份的最佳球员奖项。毫无疑问，埃里克森的到来让曼联的中场运转更加流畅。一开始，人们以为他只是一个轮换球员，可能会充当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替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丹麦中场很快成为了滕哈格麾下的旗帜人物。他也向世界宣告，自己依旧是那个技术全面的中场悍将。距离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战丹麦队对战突尼斯队的比赛开场仅有半小时，球迷席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纷纷朝着球员通道的方向望去，只见30岁的埃里克森正在准备走上绿茵场进行热身。这是他第3次踏上世界杯的旅程，也很可能是他和丹麦队的36岁门将小舒梅切尔、33岁后卫克亚尔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在小组赛前2场比赛中，埃里克森均首发出场并打满全场。虽然没有进球或助攻，但他交出了惊人的数据。对阵突尼斯队，他跑动了 12.42 公里，传球成功率达到 91%， 并送出了5次关键传球。对阵法国队，他跑动了 11.90 公里，抢断成功率高达 100%， 传球成功率为 88%。在这2场比赛中，埃里克森的跑动距离均为全队之最，他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没有受到心脏骤停事件的影响，仍然拥有一颗强健的心脏。埃里克森绝对是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球员之一，经历了在赛场上突发心脏病的情况，艰难地保住了性命。在此之后，很多人都劝他退役，可是，在几经权衡以后，他选择了重回绿茵场，哪怕必须要在身体里装上一个心脏除颤器。这么拼，究竟为了什么？因为对足球的热爱。埃里克森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重新踢球的雄心壮志，但他的未来道路仍然漫长。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主人公一样，
他现在的目标是在未来的时间里帮助曼联队赢得更多的奖杯。作为一名出色的球员，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他的努力和奋斗精神不仅激励着自己，也鼓舞着球队和球迷。我们期待着看到他在未来为曼联队带来更多荣耀。你们认为埃里克森能否在本赛季帮助曼联赢得更多的奖杯吗？欢迎您的留言和分享。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